3、2、1，全对。靠！不是啊，第2张那灰成这样，你还不选 Sony？ 结果三星派最差。第2张怎么会是 iPhone？ 我全对，你全错。我全错啊！你最好都跟我选不一样，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关键逆走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TechTailor 科技说你的科技变迁，我是 River。这期的影片比较特别，我们要做一个照相盲测的影片，我们会有日拍、夜拍、最高画素的盲看对比。我事先都不知道每一款手机的样张，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看到。那我们这次呢会先介绍相机按钮，再来进行所谓的盲测分析以及我的爱好。说到相机按钮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智慧型手机肯定是 Sony 先有的。这个时间应该要推回到2009年的11月 ，Sony Ericsson Xperia X10。中间呢有一些中阶的机型是没有搭载的。那到 Xperia Z1 呢，官方还有在提及，因为 Sony 的手机啊都是防水的，然后就会有朋友拿到水里面拍照。大家知道裸机水下呢其实是不能触控的，所以相机按钮就是为了解决水下无法触控拍照的困扰。当然，这期间呢，也有其他厂商也有推出相机按钮的智慧手机，搭载 Windows Phone 的 HTC HD7 和 Nokia 的 Lumia 800，搭载 Android 2.3的 HTC Celsa。这么多有相机按钮的手机呢，有一台很特别，就是三星的 Galaxy S4 Zoom。这一台呢，有点像是 S4 的兄弟变形机，它是在2013年7月上市的，并且主打超强的10倍光学变焦和氙气闪光灯。隔年呢，还有推出一台 K Zoom， 但好景不长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那另一个有搭载类似这种相机按钮的，就是 HTC U11， 但他们是靠挤压的方式开启相机、拍照、录影等等，所以就不局限你相机按钮的位置、形状、大小。那这个功能叫做 Edge Sense。那后来 HTC 代工的 Pixel 2的时候呢，也有加入这个挤压的功能，改名叫做 Active Edge， 但没有 HTC 功能那么多，只能唤醒语音助理而已。那这次的 iPhone Camera Control 中文相机控制按钮，我自己的体验觉得有点半残。首先呢，我横拿的时候呢，我如果要用单手用，然后用食指去压它，会发现，它的位置很里面，变得我很难按。那如果说我要比较好按的话呢，要么就是往里面握一点嘛，但这样子不仅会挡住部分手机画面，也有机会误触手机，或是直接用双手这样扶着去用就会比较好。位置部分说完呢，再来说功能。像 Sony 呢，我在萤幕不用唤醒下呢，长按就可以直接开启相机，轻按就可以对焦，再按一下就可以拍照。但 iPhone 啊，如果是没有唤醒的话呢，你需要先按一下唤醒，再按一下才可以开启相机。然后功能呢，有说长按可以录影，但如果你是刚刚这样子这个步骤进来的，你需要先按一下拍照，再长按你才可以录影，就是整体使用的逻辑有点不直觉。然后轻按2下可以进入相机控制选项，再轻按可以确认。但所有的控制啊，包含远近、颜色等等，我都觉得反而用手直接滑萤幕还比较快，也直觉。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按钮带来多少拍照的好处有过多期待，因为我觉得趋近于半成品。那网络上也有人说，它其实要这样子直的使用，但老实说也不大好用，因为问题一样，位置问题不好按，你只能用这个大拇指嘛去按它，很难施力。长按录影很酸，拍照也不好用。或许要等到 AI 上线之后，看看这样子，以图搜图会不会比较好用？相机按钮差不多到这边了。那想用3C 科技改变你的生活品质吗？记得先订阅 TechTailor 科技说哦。在进入正题之前呢，我们先介绍这一期的干爹是这个 Z-Frame 的零失败保护贴。那这一次会贴2个东西，一个是这个防窥的保护贴，然后再还有它的镜头贴。那我们会以这个保护贴的教学开始。这次贴的是16 Pro Max 安装的清洁包，定位的保护贴，它保护贴在里面了，所以你就直接盖上去贴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附上一个这个防滑垫片跟防刮伤的。那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会建议把手机先关机。关机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在贴的时候，如果你误触萤幕，它会一直亮起来嘛，亮起来你就会一直看不到你到底有没有贴好，或者是气泡没有跑掉。然后保护壳也会把它拔起来，因为这样有的保护壳如果比较高的话，你其实是不太好对准的，你这个也卡不进去，就这样子对着，它就有一个垫片，你就可以这样放着。那这个撕开清洁包呢，有一个擦拭布、酒精棉片，然后这个是粘灰尘的，可以先用干的先把它稍微擦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用湿的把它擦干净。这给的蛮大片的哦，主要是看那个指纹啊跟油啊有没有被擦掉，因为它上面是湿湿的嘛，我们再用干的把它收干。那这时候上面还有一点点白色的小灰尘，那我们就拿除尘贴了，就这样把它贴，把它粘干净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稍微这样反光看一下，确定都好的话呢，这一片有一个白色的，把它打开，这个是它保护的。那记得这个一定要朝下，如果说你朝上把它撕开，那灰尘上去，那你这片就没用了。朝下，然后把它拉开，这一步要比较小心一点。好，
撕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对准，这有个 top， 我们就把它对准手机上面，然后这边把它压进去。它叫你压10秒，我们就压大概10秒。好，我们拿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慢慢拉掉。跟上一版比较不一样，这边要把它拉开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拿起来。OK， 那这样就贴好了。然后呢，它上面还有一层膜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这样撕掉。如果有些朋友他发现贴完还有气泡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拿这个布把它推出去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泡泡都已经把它挤掉了，然后我们只有把它擦干净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然后防窥。然后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个保护贴跟边框是基本上是一样粗的，它几乎没有挡到荧幕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如果有的有挡到的话，我们再划上面这个 bar， 它可能会剩下一半。那这个就是荧幕保护贴。那我们接着就会贴镜头保护贴。那它这一次的这个镜头贴呢，譬如说 iPhone 出什么颜色，它也有出相对应的颜色。像这次 Pro Max 我们拿到的是金色、灰色、绿色跟16的粉色。那我们就会示范贴 Pro Max 的这个金色给大家看。打开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定位器，它是一个亚克力的，真的是有用心在这上面。我们先会拍贴前的照片，然后再贴后拍一张，大家对比一下。擦拭布一个，擦拭湿巾一个，跟这个除尘贴一个，灰尘先擦掉，湿纸巾。大概擦到都没有指纹或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它收干。接着最后一步非常简单，我们把这个撕掉，下面有个膜撕掉，记得这个一定要朝下，然后这样子压上去，对紧，压紧哦，稍微贴一下，然后拿起来，贴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么简单，比保护贴还简单，就这样子。而且很搭它跟这个边框颜色超级接近的，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出来？这有一个 Remover， 它就是帮你再重新，就是把它拉起来的。这个是贴前的，贴后的，几乎没差啦，几乎是看不出来了啦。贴的吗？好像原本就长这样对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这真的很猛，而且又好贴。这是什么？完蛋了，刚刚没介绍到，我刚不是有气泡吗？就它是用这个刮刀把那个气泡推出去的啦。好，所以你看我刚刚用那个擦拭布都可以推那么轻松，那这个就会更轻松。我刚以为是这一片跳进去了，误会，不好意思 ，Stephen 不好意思。好，接着进行我们的4台手机的盲测对比。等等，这次我们来点不一样的，我们来邀请手机达人 Alan。こんばんは，私の手机达人。那我们这次请到手机达人来跟 Liver 一起玩旗舰手机拍照盲选比赛。那一共会有4只手机，然后分别是今年的旗舰机，第一个是 Sony 的 One Mark 6。iPhone 16 Pro Max、三星的 Galaxy 24 Ultra、Google Pixel 9 Pro XL， 那一共会有21组的照片，一组的话就有4只手机的照片，那选对一张就加1分，那满分呢就是84分累积分数最多的话就可以得到奖品，手机一只，碎呀！好像我们的奖品就是 OPMax 行动电源。这也很不错，笑什么？很不错啊，反正电报。简单来说就是一次会有4张照片嘛，我们的顺序会是从左到右，然后你就从左到右说它是写什么型号、什么牌子的，型号也可以，然后还有再写一个你最喜欢哪一张照片，然后就会最后都统计说总共你最喜欢的是谁拍的照片，就是盲测情况下。好，我下个 flag 啊，我三星达人啊。OK 啊，好。完蛋哦，大太阳逆光。作弊耶！不会看你的啦，我是 Google、iPhone、三星、Sony。三星、iPhone、Google、Sony。哎呦，我们这2个不一样。3、2、1。哎呦，完蛋了，都不对了。我 Google 对了，有陷阱，完蛋。所以我是2跟4不对，2跟4颠倒。完蛋，我没有一个对的。我对2题。这个看起来有耀光，鬼影啊。对，这个看起来不是鬼影，但它有耀光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知道 Sony 跟 iPhone 一样都会有鬼影跟耀光。因为我第3张是秒选3星，因为它太亮了，它整个亮，然后颜色很鲜艳嘛。但第1张的
平衡会比较好。我还是最喜欢三星的，虽然我没有猜到它是三星，但我喜欢。我选第一张啦。这个潜意识就是喜欢。哇，落后2分呢！啊，翻过去。下一个微距，卧槽！我操！左上角是 iPhone 啦，右上角是。那我们又完全不一样哎。然后左下角是 Google 啦，右下角是三星。你喜欢三星的？你喜欢这个？我比较喜欢第4张。你这边把它影响？没有，它的整个颜色比较鲜艳，比较这个嘞，这个也不错啊。但我觉得它的亮度跑掉了，我觉得它特别不亮。这个才特别不亮吧？啊，对，那张也特别不亮，但我觉得这是 Google 会干的事情。哎呦，你这么说好像有可能。3、2、1，我操！哎，我对一个。哇，我没有一个对耶，结果 iPhone 16拍最好，结果三星拍最差，因为我觉得最差。我选 Google 啊！我靠，所以我对的怎样打星星的？所以我一个都没对，真烂。但三星这个出乎我意料。三星的微距怎么这么黑？哎，确实2、4比较均衡，我觉得太粉了。对，有啊，我们现在只差1分了，那我们2个会不会出去烂死？好，下一张。人像2倍。哇！我最左边是 Sony 的，第2张是三星啊，第3张是 Google，第4张是 iPhone。我觉得我们 iPhone 应该都会对啊。对，那应该是 iPhone 啦。你说最后一个吗？对，最后一个。然后我最喜欢是第1张。完蛋了，不对会出事。3、2、1。我操！我对2个，中间2个，我一个都没对耶，真烂。但是我觉得第1张粉的很日系耶，第1张哪有？它整个色调很日系。但是我觉得 Sony 的黑是最黑的，但我觉得三星的这个人的色调是最好看的，这个就太死白了一点，这个抹的有点凶，这个我觉得不自然，这个皮超级抹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还可以，比较接近原色，对，就正常一点。下一张，最大化数。那因为就是受限于排版的关系啊，所以你只能看一下颜色跟亮度。真的好难哦。好，我决定了。我4宫格，我左上角那个是 Google， 右上角是 iPhone， 左下角是 Sony， 右下角是三星。iPhone、三星、Sony 跟 Google。我已经看不太出来1、2张差别在哪里了。就是左上角的第1张跟右上角的第1张，它后面的蓝色的那个玻璃片的颜色深度不一样。对啊，1、2、4的3张颜色都不一样。对，很明显不一样。那我来介绍答案。我操！我对 iPhone 哎，你竟然对 iPhone， 那是真的是 iPhone 果然你看，完了，因为我觉得它颜色不该这么深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iPhone。但我觉得第4张很饱和度很高，超级高，所以我一直觉得那是三星哎。但我是喜欢第1张啦。你喜欢第1张？我觉得第1张比较均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撇除那个蓝色玻璃之外，我觉得其他的比较均衡一点点。我觉得 Google 这张树叶太暗了，但是 Sony 那张Google 这张颜色整体偏灰暗，对，偏灰暗。然后 Sony 这变得很亮哎，太亮了，我觉得太不真实了。然后右上角我觉得它这个演算法一定是有时候有开，有时候没开。这样我是对1分。哇，那我们又平手了。下一题。对，超广角。最后一张明显跟人家不是同一个梯队的。确实。我最喜欢第2张。其实我也会想要选第2张。我最左边开始 iPhone、Google、iPhone、Sony、三星。我是 iPhone、Sony、三星、Google。那来喽，3、2、1。我操！哎，其实我第2张一直很想选三星，但是我不觉得三星的天空会拍得很好。哎，怎么这样说？但是它的红色确实蛮显眼。我把一张，我这张就是看到它的红色，我才对，才觉得，因为它这3张唯一只有第2张是把天空拍出来的，好痛苦哎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对，哎，所以你对几个？哎，我没对哎，我一个都没对啊。哦，你也没对，好，下一个。我们又平手1倍。我参考上一页的答案。靠，你也参考上一页，那我要参考上一页答案。iPhone、Google、三星、Sony 的。好，3、2、1。哎呦，我对2个，第1个是 Sony，我对，哎，我竟然有对，第1个竟然是 Sony。其实我觉得拍的最差的是第4张，它很黄哎，所以我这个是对2个，我 Google 跟三星都对了，但 iPhone 跟 Sony 颠倒。Google 好白哦，因为我觉得 iPhone 应该要拍成这样，那是 Sony。我本来也是觉得 iPhone 会黄一点，对，然后会比较颜色会没有这么灰。第一张应该是要 iPhone 拍的。那下一个喽，2倍。
这真的很黄哎，为什么那么黄呢？第一个是选 Sony 啊，第二个是 Google， 第三个是三星，最后一个是 iPhone。我喜欢第三个。我觉得这个第二跟第四对都蛮像 iPhone 的啊，但我觉得它天空就不一样了。最后一张偏蓝。对，好，3、2、1，漂亮。我靠，一个为对，我对2个哎，我对后面2个。我一个对。哇，好，嗯，我最喜欢第三张。左边是过去第三张。看你选第3张，我就不想选，好，我要选第2张。我答案是 Sony、三星、Google 哎，一模一样。哎呦，哎呦，3、2、1，哎 ，Sony、三星，哎，哇，我们只有第一个是对的。iPhone 这张这么鲜艳哦。我是2、3张在选是哪一个是三星的？2、3张长焦看起来比较好的，最后一张有点模糊，灰灰的，演算法算出来的。雾的。好，那下一个，下一个算是送分题，每个人一定会拿到1分。是吗？最大倍数。OK， 但是1、3、4我觉得蛮难。以颜色来看，会喜欢第1张吧。可是以那个整体那种清晰程度，你可能选最后一张。Google、三星、Sony、iPhone。3、2、1。Google、三星、Sony 全对。哇，哇操！太神了吧！科技说官方赖社群上线喽，除了可以在里面讨论你有关3C 生活的知识外呢，我们也会提供我们跟厂商合作的折扣码，大家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，扫描旁边的赖 QR code 呢，就可以加入社群喽。夜间植物，第2张也拍太神了吧！我觉得 Google 的业界应该不会很差，但是我选不出来。我觉得右下角这张也很奇怪，它有点像开闪光灯拍的。它的环境只有那个路灯。哇，环境只有路灯哦，这么牛皮哦！最喜欢哪一张？我最喜欢第2张，我也只能最喜欢第2张。左上角 iPhone、三星、Sony、Google 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哇，只对一个。我觉得 iPhone 这张拍最差。啊 ，Google 怎么拍那么黑？对，它比较暗，但是我觉得 iPhone 这张是拍最差的。一看就是哇，三星夜拍。Sony 的红色真的蛮奇怪的，偏粉。对，它偏粉。哦。夜间灯光。这还第1张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有赛博朋克风格，焦点都在绿色招牌上吗？对。我操，那我觉得 Google 第1个。我觉得最后一个是 iPhone 啊。我最喜欢第1张啊，我觉得第1张最均衡。我觉得第2张看起来就是比较合理，因为第2张的你对焦在那个 logo 嘛，但那个 logo 已经糊掉了，过曝了。我觉得它没有糊掉，它是这3个里面算有保持亮度跟清晰度的综合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第2张，然后第1张确实那个轮廓超明显。对，轮廓很明显。我觉得第2张是三星，但是它明显整个光线亮度第1张变超低。对，会比较低一点。它的 Starbucks 那个牌比较暗。3、2、1。全对。靠！太扯了吧！哦，对，中间2个啊。因为第1张一定是 Google 才可以拍，但是三星的夜拍就是我只要选最好的夜拍，扣掉第2个倒数第2个一定是三星，那最差的就会夜间人像的谁最有油画感啊？我其实有点忘记了，三星吗？没有，不告诉你。我觉得第1张一定是三星，这个是 Sony 啊。跟我一样 Sony。然后 Google iPhone。那我们后面2个颠倒而已啊。好，3、2、1。哇，第1个是 iPhone。哇。第1个 iPhone 什么时候突然变聪明了？它整个亮度拉得很高哎。那我对2个，我对你对1个，对 Sony 而已。好，下一张，夜间的最大化，其实这个也蛮难的。其实还蛮快的。又在乱说了，真的啦，又在乱说。我这题应该会全对。但大家的橘色的表现有点不一样。你最喜欢哪一张？最喜欢第3张。看，不要学我。第3张一定是 Google， 第1张一定是三星。好，是这样。我是最左边是三星、Sony、Google、iPhone。我前面2个跟你颠倒。3、2、1。哇，我只有第1张是对的。我没有一个对，真烂。第3张唯一是灯有细节的，其他都没有细节的。你看第3张的灯的细节还在，其他都不在了。所以它应该是三星，因为刚刚的上一张的细节最多的是 Google，所以我以为下一个超广角。好，我最喜欢第2张了。我也是最喜欢第2张，它那个第2张色彩那个亮度保持的算比较均衡。对，虽然它整体还是偏蓝色，
但最后一张这个光源压的不是很好。对，第4张表现比较差。第一张就是偏黄暗。对 ，iPhone、Google、三星、Sony， 我们只有最后一个是一样的。对。哎，哇靠！哇靠！我又对2个了。哎，我也对2个哎。所以我是 iPhone。我们 Google 跟 iPhone 分不清楚啊。我是三星跟 Google 分不出来了啦。三星一看就是光源压最好的，就选三星了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的光线保持的最平均的，像你刚刚 Starbucks 的那一张，它明显整体超级暗，所以它一定不是三星。哦 ，OK， 好，我们下一张。帮我们第一张其实已经偏摄影了，这就有点困难了哦。第一张偏超级紫蓝还真的是三星。我也想选啊，但第3张这个招牌也拍得太数位化了吧，就是那个算很明显的。肯尼就是很聪明，他找这种低光源的那个鬼影都没有给我拍出来，我选不了，没办法作弊。我觉得第一张是 iPhone、Google、三星、Sony。Google、三星，我们又是 iPhone 跟那个 Sony 交换。我就选第2张。我喜欢第3张。Sony。第2张怎么会是 iPhone？其实我也就是这2个在考虑啊。第一张一看就知道是 Sony， 这个有一些不可言喻的问题。我对一个三星啦。难道 Google 跟 iPhone 调色这么近吗？第2张跟第4张其实很近，其实他们超像的。其实这只是一个亮度拉起来，一个我觉得只有光源的问题。对，我现在应该是19了，他19，我18，2倍。哎呦，那我逆转了啦。什么逆转？你已经领先了，逆转个毛啊！其实第2张很明显。这个啊，这样我不能再出现失误了。我最喜欢第3张了 ，Google、Sony、三星、iPhone 嘛。我是 Sony、Google、iPhone、三星。然后最喜欢是第4张。对。哦，1、2、3。你看，白痴，我才是对的啦。哦，我这后面2张是对的。哦，前面2张对啊。哦，不是啊，第2张那灰成这样，你还不选 Sony？他前面那一张黑成这样，丑，所以就是 Google 啊。你就是扣掉这个啦。没有啊，我是觉得最不好的是他。你看上一张是这个 Sony 啊，最黑啊。你看天空它的暗部超黑哦。对啦，我没看到天空啦，我一看到这个黑到哭，所以我就选它。没有黑到哭应该是 Google，他应该在这个地方不太会刷。确实啊。对，接下来懂了。完蛋了，这张就真的了。这个是拍中间那个招牌。iPhone、三星、Google、Sony。iPhone、Google、三星、Sony。我操！这个字那么明显，这个光这么明显，字都看得清楚，你不选它，最强三。对，我选第3张啊。啊然后你不选三星。哦，我觉得他是。然后这按。哇，全对了。你全对哦。iPhone、Google、三星、Sony。好，下一张，这个也是送分题啊，最大倍。哦，这个一定是那个嘛。送1分啊。对嘛，这一定是有先送1分嘛，开送了。啊 ，Google。我最喜欢第1张了 ，Google、iPhone、Sony、三星。完全不一样，就最后一张一样。啊，这最后一张一样。你看，我就说了，我一定全对的啊。Google、iPhone、Sony、三星啊。完了啦，直接被拉开了。因为这扣掉这个了嘛，这已经扣掉了嘛。双联望远是最不远的嘛，25倍嘛，所以就扣掉了嘛。剩下作弊，你要用记的，我们要用看的。不是，那你剩下2个不清楚就是 iPhone， 清楚就是 Google 嘛。啊，对啊，就他们2个其中2个最一个不清楚的啊，猜错了。下一个夜间马路，这边灯会比较复杂一点。这个要研究一下。1、2张好难。1、2张真的蛮难的。最喜欢的，我选最后一张。啊，你选最后一张？那我选第2张。三星、Google、Sony、iPhone。Google、iPhone、Sony、三星。第2、1。对啊。我靠！全对。太扯了吧！我只有中间这个对。我全对。三星、Google、Sony、iPhone。没有啊，你因为你Sony会这个一定删掉嘛？你那个偏色了嘛？这个删掉啊，所以对这个啊。那最后面的那张招牌，没有，招牌颜色很清楚。但是你看这个分割岛的亮度是最亮的，就是三星，然后最暗的就是因为已经扣掉。这个没有分割到啦，没有分割岛这边啊，这个黄色这个啊，那 iPhone 就会是这中间的其中一个。我就觉得这个招牌哇，白天影片。根据我的理解来选，
它有重播吗？它还没播完。还没播完。最喜欢的，其实我偏好第3张，我觉得第3个应该不会错吧？但我觉得第一个是 iPhone， 第2个是三星，第3个是 Sony， 最后一个是 Google。完全不一样。OK， 3、2、1。我全对，你全错。我全错啊！我告诉你这个脉络。第3个一定是 iPhone 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防守真是最好，确实，所以它一定是 iPhone。然后 Sony 录影本来就没有很强调，所以它颜色又偏灰，所以这一定是 Sony。所以我只有最后一张跟第1张在选。那为什么会选最后会这样选？因为最后一个整体偏白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三星。Google 颜色会比较综合一点，所以才 Google 这样选。这防守阵很明显，确实啊，所以我最喜欢第3个。好扯哦。再来就是第二个夜间录影，反正最好的就一定是 iPhone。OK， 难说夜间的录影。哇，太像了吧？这4台都很稳的，超稳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看出猫腻了。你在偷作弊啊？我看出猫腻了。这很强哎。这应该是这样。好，这样。选好了，这样。我最喜欢第一个。关键逆转，你最好都跟我选不一样，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关键逆转。我应该最喜欢第4个。我是你是？我跟你最后头跟尾不一样，颠倒了。靠！其实我刚刚最后一张牌是选 Sony， 哇，两个相反。我最后一张牌选三星的，我有划掉。因为我觉得它的自牌应该是三星，但是最后一张一定是三星啊，第1张一定是 Google 啊，一定是 iPhone 啊，中间2个我竟然感觉不出来。你看它第2个影片的最一开头上面的那个招牌，它拍的应该是这4个里面最好的，我非常惊讶，它竟然可以拍这样，太扯了吧？所以我这个题0分呢？哪有啊？我一个都没对啊，我是三星、Google、Sony。你帮我按开始，然后再按暂停。它第2张 Sony 这招牌没有拍得很差，那当然颜色偏暗啦，对它偏暗，那个光线偏暗。第2张，但我以为那是第1张那个很明显是 iPhone 的录影颜色嘛，黄黄的，偏黄，然后防守阵也是里面最稳，然后最后一个三星确实也是偏白。其实第1个的夜拍的字超清楚其实以这张看，第1张看你会真的觉得是三星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一定是三星。可是三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防守阵，跟三星不可能是偏黄色。我其实真的没想到第2张 Sony 的夜拍的录影真的没有很差，对，确实没有很差，真的算还可以的哦。它只是在真的极低光源下会偏色，对，会偏色，就是镜头偏紫。我觉得可能跟它那个蔡司的镜头有关系。好，那这次的盲测比赛就结束了，所以最后是 Aaron 赢得这场比赛。不愧是手机达人，3分险胜，还好。但是我还是夜拍达人。没有啦，恭喜！那我要看我最喜欢哪一个？Google 5分，三星10分，Sony 1分 ，iPhone 5分。iPhone 6分，三星11、22。但我录影真的都全选 iPhone， 其他的我都觉得颜色都怪怪的，就不是很真实看到的颜色。三星确实有一些确实是不错的，三星夜拍的时候太猛了，不知道是猛什么意思。应该说讨喜啦，就是大家你一眼看其他都黑黑的，你一定会选那个比较亮的，颜色比较饱满的。对，我觉得到了白天那就不一定了，大家各凭本事。还没结束，你直接收工哦。完蛋了。旗舰手机盲测对比呢，大家的结果跟我们一样吗？那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哦，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赞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，See you。所以代表说现在手机其实都差不多。我就觉得日拍就没差很多啊。我觉得录影也没有到说有录影一看你就是 iPhone， 可你并没有觉得到极棒跟极烂啊。我觉得有因为肯尼在走的时候哇超明显，那个画面咚咚咚咚，那个 Sony 的就咚咚抖抖。对，然后 Google 的我觉得跟三星不会差太多，但因为调色不一样。对，调色不一样，它偏暗。对，然后三星就偏亮。对，偏亮。所以三星可能是次要，但 iPhone 是真的颜色都是对的，然后录影又够稳。对，很稳。对，录影又够稳。可是回到那个消费者的话，三星的调色是最讨喜的。对啊，超级讨喜。